究竟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离奇的谷歌地图，神奇的地平论观点，南极数个世纪以来被人发现的人造人不明生物，还有连希特勒都不止一次前往南极寻找的地心世界。为何功能如此强大的谷歌地图中关于南极的卫星地图却被人刻意演示成这副模样，不允许查看？南极深处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以至于多国签订进入协议，并且连卫星地图都被刻意修改？这一处布满马赛克修改的谷歌地图位于南极洲一处名叫麦克默多站的美国考察站。前2015年，美国超自然事件与外星文明板块专项调查记者琳达·莫顿就爆料过一起惊人的南极秘密。他称，在同年2月份收到一份来自美国南极考察站工程师布莱恩的邮件。在这封很长的邮件里，布莱恩将自己的身份证明与执行任务时与队友的合照公布出来，用以证实自己工程师身份的真实性。最关键的邮件部分则讲述了布莱恩在往返南极洲上空时所经历的众多离奇发现。布莱恩一直服役于一支名叫南极发展6中队，代号 VXE6， 基地便位于南极洲的麦克默多考察站，也就是视频开头前11放出的谷歌地图被修改的地点。1995年12月27日，布莱恩与同机组工作人员一同执行一项运输任务，路线则是从麦克默多站飞往南极站。可是就在飞行过程中，布莱恩却发现了众多银色圆盘状飞行物漂浮在南极山脉之上。当时这种情况，布莱恩也早已见怪不怪，因为极地原因很容易造成视角错觉等情况。这次布莱恩也并未在意。然而数月后的一次经历令布莱恩想到这些飞行物，不由得后背发凉。在1996年2月的某天，布莱恩如往常一样接到运输任务。这一次飞行途中遭遇到了极地气候影响，迫于无奈只好改变路线，从一旁的禁飞区上空飞行。当飞机进入禁飞区的一瞬间，布莱恩便接到了总部的呵斥，质问他为什么进入禁飞区。布莱恩赶忙汇报称气候异常，如不及时更换路线，大概率会机毁人亡。但是总部的态度极为强硬，称哪怕机毁人亡也不可以进入禁飞区。在南极洲都有着众多所谓的禁飞区，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空间采样站，如果飞机进入可能会导致采样不精准。可是哪怕采样不精准，也不可能拿着整个机组的性命来冒险吧。布莱恩虽然心中无比疑惑，但是还是在跨入禁飞区后撤了出来。但是在刚进入的一瞬间，布莱恩便看到了禁飞区中似乎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在禁飞区上空有着更多数量的银色圆盘飞行物，并且雪白的地面上有着一条条类似列车的东西，正在源源不断地运输进位于禁飞区内的一处巨大黑洞里。黑色的列车在雪白的冰层上格外显眼，布莱恩格外强调自己绝不会看错。所幸此次布莱恩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完成了任务，但是同机组所有人立刻被喊去谈话。一位所有人都未见过的领导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都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你们当作什么都没看到。我也知道你们内心有着众多疑问，我只能告诉你们，那些东西不属于我们。随后布莱恩等人被处罚禁飞数月，事后布莱恩也大致猜到了，那些被称为空间采样站的禁飞区实际上都可能是为了掩盖那些秘密。布莱恩认为军方高层很有可能在与外星文明在进行某些联系，但是这些也皆是布莱恩的一面之词。虽然各方资料可以证明其身份，但是这些令人震惊的内容仍令人怀疑其真实性。追求真实性的记者琳达也多方进行打听，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号称覆盖全世界的谷歌地图。谷歌地图的卫星系统有多强大，大家使用过的可能都知道，它甚至都可以查看到地面10米以内的景象，并且全世界能让谷歌地图进行刻意人为修改的地方，也就只有各国秘密军事等地区。但是唯独令人不解的便是，为何这处南极考察站区域会被刻意修改，完美对接布莱恩邮件中提到的位置？难道这里是有什么秘密不能公之于众吗？屏幕前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下。谷歌卫星地图上竟然在亚南极洲地区拍摄到巨大的怪异生物。视频画面里，一群旅客在皮划艇上游玩，镜头一转，在水面里居然有一只脑袋硕大且灰色皮肤的巨型生物。而在上世纪未签订南极条约之时，众多国家在此处竟多次勘测到一种体型极为庞大的怪异生物，背后或许隐藏着岛国不为人知的秘密。这种生物被称为宁真，也被科学家们称为南极人造人。现如今在网络上可以搜到众多关于宁真的资料，甚至还有这种说法流出。关于宁真又有着怎样的离奇故事？人类最古老且原始的情绪，恐惧。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未知的生物与从未见过的事物？世界上有这么一类生物，它们被少数人发现。
但并未被证实存在。我们将这类生物统称为 Unidentified Mysterious Animal， 未确认生命体，简称 UMA。据传，这种生物出没于整个亚南极洲地区。咱们一起来看2段上世纪某勘测设施拍摄到的疑似宁根的影响资料。宁根首次被人发现是在1958年，日本第一艘南极勘测船宗谷号。勘测船在执行任务时，众多船员都目睹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类人怪异生物。据部分船员描述，该怪物貌似是一种具有人类特征的大型海栖生物，体型巨大，估测总体长度在65到100英尺左右，通体呈白色，并且有着极为光滑的皮肤与类似人类的四肢。当时船员看到这种超乎认知的大型生物后，防止避免遭遇意外，便赶忙逃离此处。这2段极为模糊的所谓资料泄密视频最早出现于2016年。英国《每日时报》上一则关于神秘的话题由一位不知名身份者透露，不过能上得了《每日时报》的专栏爆料，相信爆料内容或许也有些许可信度。而在历史上爆料出来的宁根目击事件一共有3起。1958年，日本勘测船宗谷号首次见到，并取名宁真，是日文中人类的意思。第2起目击事件发生于1971年，日本一艘名叫金比罗丸号的船航行至纽西利特顿半岛海域时，船上将近30名船员目击到半岛上有一只怪异生物。此事件被记载进金比罗丸号的航行日记中，日记中清晰地将此处的坐标记下，就在现如今的27度36 14.48，15度29 19.77。第3起目击事件在2002年，有探险者前往亚南极洲开放区域探险，结果意外发现疑似宁真的怪异生物，并且留下了这张照片。起初探险者并未想到这会是不明生物，可是当此照片被上传至网络后，顿时引发网友热议。很快便有知情人讲述了关于此怪物背后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位自称是曾经在南极洲负责科研项目的日本科学家称，在上世纪末，日本秘密进行一起名叫南极鲸鱼的研究计划，而这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在南极洲研究大型生化武器。而宁真也就是这起实验的结果之一。这一理论在国内并未过多有人了解，但是在国外各大网站被传得沸沸扬扬，很快便衍生出南极人造人、宁真生化人等等名称。至于被传得火热的宁真究竟是生化变异产物，还是自然界诞生的奇怪生物，至今不得而知。而南极洲这种极深海域会产生一种名叫极地巨性化的现象，所以宁真也很有可能是极地巨性化产生的变异。为什么自从南极冰墙被证实后，越来越多的人坚信地平论的观点？那么南极冰墙之外究竟隐藏着什么？难道真的是另一个文明世界？南极劲风是否真如传闻一般，只是为了隐瞒这个世界的终极秘密？南极冰墙首次被人类发现时，是于1958年美国 NASA， 也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空中拍摄时拍到。然而十分巧合的是，仅仅不到1年后的1959年，全世界12个强国联合签订南极条约，禁止世界上所有国家进入南极深处探索。为此给出的解释便是保护地球上最后一块未被开发的天然极地区域。但是真就会那么巧合吗？前一脚刚发现南极冰墙的存在，后一步便禁止任何国家进入科考，而南极冰墙的秘密似乎一直与地平论说法密不可分。此观点的创始者是一位19世纪并不出名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罗伯特姆。他出生于1816年，当时人类正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思维已经逐渐在人们内心蔓延。经过当年西方各种探险家进行大航海的探索后，地球圆球论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或许大家都会认为，相信荒谬的地平论说法之人都是一些阴谋论者，或者众多文化水平低下的人。但是恰恰相反，提出地平论观点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罗伯特姆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出生于书生世家，并且接受到了高等教育。他一生致力于向人们证明地球是平的观点，几十年中将所有证据全部写进一本名叫《天文学探究：地球不是球体》的书中。实一查看了一部分内容，有些说法确实无法反驳，很有道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或许会对此观点有着另一种新看法。而在近代中最有权威的提出地平论观点的是美国海军少将理查德·伯德。他位高权重，曾与 NASA 有着密切的工作协议绑定。在理查德退役后，
他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秘密有必要让世界人所了解，将一整本航行笔记公之于众。笔记中写道 ，NASA 于1958年公布的南极冰墙并非是首次发现，早在1946年，自己执行一次南极飞行任务时便发现了，甚至自己还看到了冰墙以外的世界。但是当时由于自己初出茅庐，十分恐惧，仓促向上级汇报后便离开。回去后，上级很重视此事，上报更高级别后得到了封锁消息的指示，而理查德也被暂时调岗，便想将自己抛开此事。而在6年后，1952年，机缘巧合下，理查德坐到了当年自己上级的位置。再次执行任务时，被当年那次意外发现牵动起好奇心，他又一次驾驶飞机飞越冰墙，这次竟然又有了重大发现。理查德将军看见了冰墙外制造冰膜的设备，这座冰墙是将整个人类社会给关在了一个巨大器皿里，仿佛是另一个文明世界一般。理查德将军在回来后，就向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做了汇报。艾森豪威尔对此事非常的重视，他的智库认为这是一个与人类共生的高维度文明，人类有必要与其建立联系。可惜笔记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后续仿佛被人撕掉一般。理查德将军也不久后突然离世，一时间各方媒体都猜测他有可能是被中情局人给谋害了。这一说法当年更是奠定了地平论的说法，因爆料人身份的特殊性，导致此说法更是有着极大的真实性。直到如今，都仍有很多猜测到南极冰墙以外可能是一片万丈悬崖，或者是另一个世界文明。南极条约则是多国为了隐藏这个终极秘密的做法。不过多年来，围绕南极冰墙最耐人寻味的背后，各种离奇故事真假难辨，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如果有人告诉你，地球并不是一个球形，反而是一个巨大并且扁平的盘子形状，北极是盘子的中心，南极则将这个盘子的整个包裹住。太阳与月亮也并非是绕着地球旋转的，而是挂在这块盘子的上空平行移动。地平论的支持者认为，南极之所以被列为禁区，是因为南极外面便是悬崖，是另一个世界，所以为了防止这个秘密被人发现，南极便成为了人类禁区。他们还称联合国也是地平论的坚决支持者。咱们一起来看联合国这个标志，这个标志实则就是地平论支持者的地图。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这些说法，屏幕前的各位是觉得荒谬，还是有可能吗？11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地平论支持者们认为的世界与他们认为的南极禁地之谜。在2015年，美国一处新闻社超自然事件调查板块记者达莫顿收到了一封加密邮件，经过破译后发现，寄件人是一位前美国军方高级工程师布莱恩。信中的内容是讲述了1983年到1997年执行任务期间在南极发现的种种怪异现象。布莱恩称自己服役于美国海军南极发展6中队，现如今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资料，代号 VXE6。他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濒临死亡，临死前想将这些秘密告知一位信得过的人，而不想将这些秘密带入坟墓之中。信中写道，执行任务的14年里，自己一共在南极飞行了4000多个小时，看到了很多南极考察专家都未曾见过的东西。布莱恩称自己当时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南极考察站麦克默多站，这个现如今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资料，也是在学术界中争议最大的一个考察站。大家都坚信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考察站中研究众多不为人知的神秘项目。布莱恩表示，在众多怪异事件中，还是在一次误入禁飞区中彻底颠覆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在1995年12月的一天，布莱恩与战友们执行一项物资的任务，目的地叫阿蒙森斯克考察站。这个考察站也是最为神秘的一处地点，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保密的，也是南极相对来说最边缘的位置。在此次飞行时，布莱恩与战友误入一处禁飞区，地面塔台立即紧急联系，要求他们绕开禁飞区。然而当时的天气风暴极强，根本不具备改变航线的条件，可是塔台严令要求飞机改变航线，哪怕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布莱恩只好从禁飞区斜角45度的区域经过，然而这里也可以在空中看到禁飞区的情景，他们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 And there was this large opening in the ice where this air sampling station was supposed to be. How big do you estimate it was? I estimated that you could have at least flown one of our aircraft into it, probably more of the size of a football field. 并且他看到地面上有着众多雪地运输车，正在源源不断向着黑色巨洞中运输东西。布莱恩在信中特别强调自己不会看错，因为一片雪白的地面上拿到黑影格外显眼。任务结束后，又发生了更离奇的事，领导下令此次任务的成员不得离开。在等待数十分钟后，进来了一位包裹岩石的黑衣人，他严肃地说道，我知道你们看到了不寻常的事物，但是我相信你们永远不会说出去。
我甚至比你们更了解自己，希望你们明白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次也并未签订任何保密协议，事后自己也是正常进行工作。然而后来却经常看到银色圆盘状的物体从黑色巨洞里飞出。南极的反光极为严重，当时布莱恩也未在意，一直被当成是光学造成的视觉现象。但是多年过去后，布莱恩也行将就木，回想起当时在南极发生的众多怪异事件，他认为南极禁区中极有可能和高层有着直接关系，甚至有可能是未知的地外文明。而南极禁区的尽头是一处100米高的冰墙。布莱恩表示自己的权限远远不够去探索冰墙之外的秘密。那么各位认为南极冰墙之外会不会是一处悬崖？多年来，南极也被爆出有着众多黑色巨洞，洞中究竟是通向哪里？地外文明会不会真的就在此处？上世纪南极洲未被封禁前，各国多次在此处检测并拍摄到一种不明巨大生物，并且取名宁震。现如今在网络上也可以很轻松地找到关于宁震的介绍，翻译过来是人间的意思，也就是日文中的人类意思。它也被科学家们称为南极人造人。与此同时，南极勘察站还拍摄到了疑似不属于人类文明的地下空间站。据资料显示，宁震最早被发现的时间是1958年，日本史上第一艘南极勘测船宗谷号。当年宗谷号在南极洋航行执行任务时，船上众多组员都目击到一个诡异的巨型类似人类的生物。该生物据船员描述，那个怪物的头和眼睛又圆又大，身高至少有着20米高吧，远远望去全身雪白，有双腿能够直立站着行走。船员看到这个生物后，防止遭到不必要的麻烦，便急忙绕行，而那个怪物也很快消失。当时虽然有着众多目击报告，但是也并未有人过多提及此生物，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而第二次目击事件便发生于1971年，日本一艘来自宫城县的金比罗丸号航行至纽西利特顿半岛海域时，船上一共26名船员都目击到在30米左右的一处小浮冰岛上有一个巨大的怪异生物。航行报告上清楚的这一怪物记录下来，怪物被描述为是一种体型高大、浑身雪白的类猿生物。第三次则发生于2002年，有目击者在南极洲外部开放区域看到疑似宁震的出现。当时因距离稍远，该目击者拍摄到了这张照片。起初他还只是将这个雪白的生物当成披着白色大衣的研究人员。事后这张照片上传至网络后，人们才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生物与一旁的物体相对比，它至少有着20至30米高，直接否定了这是研究人员的想法。然而这些种种也大多算是传闻，虽然有着众多目击报告，但是也不排除是看到某些海豚之类的大型动物。直到2007年11月，日本 MU 杂志报道了一篇照自然现象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这种生活在南极洲的大型不明生物，并且当时也有人拍下了视频。现如今在国外一些网站上还可以找到宁震的片段。最关键的则是报道中将这一发现坐标清楚地写出，这样一看，似乎造假的可能性便很低。地图上宁震坐标为273614.48S152919.77。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下地图，看看是否有着什么不寻常的发现。那么关于宁震这种生物究竟存不存在呢？现如今很多人猜测到，这可能是由日本科学家秘密制造并投放至南极洲的。不过猜测始终是猜测，实一搜集资料后发现有一些情况还是比较可信的。南极洲本就是大型深海，比如现如今咱们发现的众多大型海洋生物也都出自于深海。科学家们也证实，能存活在深海水域中的生物必然会比栖息在浅水域的生物要更大。而南极洲不仅是深海海域，而且它的海水温度更低，含氧量比普通的深海水域更高，能在其水域生存下来的生物就更容易长得巨大。因此南极洲海域会产生极地巨型化现象也很正常。所以宁震更有可能是某种尚未被发现的哺乳型两栖生物，只是因其生活的区域产生极地巨型化变异而来。当然这些是实一查找资料后整理出来的比较具有科学依据的猜测，关于其究竟是什么，或许还得等未来科技更为发达之时才能解开谜团。地球上必然还有很多人类未知生物。南极深处难道真的存在一个通往地心的通道？又是为何会被联合国禁止入内数百年？希特勒曾经在二战时期派遣一支优秀的德国科学家前往南极，并且留下了众多现如今都无法解释的谜团。美国甚至可能已经掌握了很多实质性的东西，在20世纪初也多次调遣大规模军力去执行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任务。咱们先来看这张来自二战时期某情报组织流传出来的地图。这张地图上看似是地球，但是描绘的画面却并非人类熟知的大陆。
这便是二战时期希特勒苦苦寻找多年的地心世界的地图。希特勒认为这个世界上必然存在另一个文明世界，并且必然会有一个入口，那么这个入口便肯定会是南极。虽然南极距今也早已被发现了200多年之久，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说南极属于自己，更是被众多国家联合批准永久禁封。回看整个地球，能够被众多国家联合禁封的地区，除了南极，没有第二个。南极深处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众多强国禁封其又是想隐藏什么秘密呢？11查找众多资料后发现，在南极禁封前还有着众多未解之谜。这张图片是1995年美国一支考察队在考察结束后记载的资料。11找到了翻译，给大家讲述下当年发生了什么。在1998年1月某日，考察队第一次进入南极深处，结果竟发现天空中有着奇怪的云层在有规律的旋转。起初考察队并未在意，以为是一些自然奇观而已。然而怪事却刚开始发生。就在地面上继续考察数天后，他们发现南极有些不对劲，天空中那些奇怪的云永不消散。考察队立马将此事汇报上级，并且在一颗气球上安装监控设施，试图拍摄到云层内部有什么东西。但是奇怪的一幕发生了，气球刚接触到云层的一瞬间就立即被吸进去了，但是绳子却并未断开。考察队协力将气球拉回，一切设备都完好无损，但是设备上的时间却由1995年1月27日变成了1965年1月27日。考察队专家仔细检查了设备，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为了寻找真相，考察队又将设备调整好，再次进行试验。结果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设备上的时间又倒退了30年。考察队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处云层中可能存在一个时空之门，可以穿越到过去。此次考察有了如此重大的发现后，美国高层协同多国专家再次前来，在此处建造了一处规模巨大的考察基地，并且将周围数百公里列为禁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们这次考察究竟发现了什么。短短几个月后的1995年7月，美国协同我国等12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名为《南极条约》的文件，严禁如何人涉足南极深处半步，对外宣称南极深处气候不适宜人类活动，并且有着很多冰川危险，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南极环境不被人破坏。然而在后续的多年中，各国都不断派遣驻军看守，这一反常行为更加引人猜测，南极深处是否真的隐藏某些超乎人类认知的东西？是在保护什么，还是在隐藏什么东西呢？二战结束后，美国从内粹秘密档案中发现了什么？竟诞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且牺牲最大的南极保密行动。这是人类诞生以来对南极洲大陆最大规模的一次入侵。据资料显示，此次行动由4700名包含科研人员在内的军事人员、1架航空母舰与13艘美国海军之舰，外加6架直升机与6艘马丁机，还附带15架二战时期最先进的战斗机，代号为跳高行动。此次行动在1946年刚进行时便被世界所知，所有人都十分疑惑。二战使得整个欧洲多数地区都处于战后瘫痪，美国也处于半瘫痪阶段。为什么会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进行一次南极入侵？如此庞大的一次不知目的为何的军事行动，很显然令美国也力不从心。但是从规模上来看，又仿佛不得不进行这次行动。而当时该起行动的总负责人理查德·伯德上将，他是美国海军高级上将，获得过最高荣誉勋章与美国国会勋章等等。他面对大众的质疑，也是给出了官方解释。此行目的一共有5项：第一是在寒冷地区培训人员和测试；第二是巩固美国对于南极大陆的实际地区主权。这一点11和大家解释一下。跳高行动发生于1946年，南极条约签订于1959年。在条约签订之前，美国一直以强硬的态度认定南极洲自己拥有最大实际主权。第3点是研究南极洲地区是否可建造基地的可行性。第4点是开发与建立南极大陆的空中研发技术。第5点是扩大现有的南极洲科技范围。然而，世界上众多媒体记者都对此持怀疑态度，众多军事设施照片被拍下，规模更是堪比一场战争一般庞大。就在此事件在国际上掀起一阵轩然大波之时，美国海军上将拉姆西在8月26日对外十分豪横地表示，美国海军行动不需要与其他政府打交道，也不需要外交谈判，并且这次名为跳高行动是一次海军演习，不接受任何国家观察员参与其中，如有违反军法处置。可是这一起规模如此浩大的所谓军演就此戛然而止。在后续的几十年里，任凭各国媒体不断猜测，美军都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直到时间来到2006年时，俄罗斯播放出一则名为《第三帝国 UFO 行动》的纪录片中，终于将这场浩大的跳高行动揭开谜团。在这部纪录片中，二战期间最机密的组织克格勃情报组织秘密见识了跳高行动的起源，并且在接下来的近60年里将所有资料整合，这才有了这期纪录片的诞生。这期表面上宣布是军演的跳高行动，实则是攻击内崔秘密基地的军事行动。然而，令美军始料未及的是，南极洲竟然部署了内崔飞碟。纪录片中称，不明飞行物部队在几周内疯狂地将美军打垮，这也使得当年的跳高行动仅仅进行了1个月就草草收场的结局。此行动的最高负责人上将拉姆西与理查德·伯德上将皆离奇失踪，整个事件被严令禁止封锁。如果不是苏联解体后情报流落至俄罗斯，或许这个秘密永远都不会被人们知道。据克格勃公开的资料显示，当年盟军战胜德国后，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5万德国人下落不明。其中放出一张德国一众科学家的合照，这张照片里的所有人皆下落不明，但是随便一个人都是20世纪十分杰出的科学家。而关于跳高行动的具体战争情况，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下，有很多详细资料记载，实一在这就不多说了。俄罗斯在南极4000米冰层之下捉到史前章鱼形状巨兽，代号有机体 46B， 并且带有侵入人体神经的病毒。人类最古老且原始的情绪，恐惧。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未知的生物与从未见过的事物？世界上有这么一类生物，它们被少数人发现，但并未被证实存在。我们将这类生物统称为 Unidentified Mysterious Animal， 未确认生命体，简称 UMA。时间回到2012年，俄罗斯一支考察队前往南极靠近封锁区域边缘考察。他们认为南极深处必然有着众多人类未曾探索到的神秘之处，这里从人类诞生起就没有出现过爬行动物或者两栖动物，但是这里却拥有着全世界80%的淡水。它虽然终年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着，但底下却有着多达数百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这些湖泊都是常年流动的。这些淡水被厚厚的冰层隔离了整整超过1000万年。俄罗斯考察队从2002年便开始进行钻探工程，直到2012年才将4000米的冰层凿穿。据统计，该湖泊大约有129平方公里大，这也是目前人类已知的南极洲400个地下湖泊中最大的一个。此次行动危险性极高，负责此次任务的是安东博士，他带领7名队员下降到湖中，准备进行科学研究。这也是人类首次下潜至如此深的冰层之下探索。然而此次行动竟然有了震惊世界的意外发现。刚进入湖泊时，周围一片漆黑，有限的视野范围也只有头灯照射的一点点距离，但是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有一种感觉，那便是一旁似乎有体型十分巨大的生物在靠近他们。正当安东博士想要上地面汇报时，无线电也仿佛受到了某种干扰一般彻底失灵。突然众人眼前游来一个身形极为巨大并且有着很多触手的生物，体型足足有数百米之长，远远看过去就如同一只巨大的章鱼。安东博士立即反应过来，赶忙呼喊同伴撤离，但是有一名队员仿佛受到了某种蛊惑一般，完全没有逃跑的意思，反而面带微笑踩着水向着怪物游去。结果短短几秒后，这名队员就被怪物吞进嘴里。不过所幸怪物并没有发现其他成员，转身便消失在了湖水之中。安东博士立即下令撤退，众人沿着来时的路成功回到了冰面之上。经过协商后，众人决定此次全副武装，势必将这只怪物抓到。可是后来陆续下潜几次后，都全然不见怪物身影。安东博士不愿放弃，毅然决然带领几人再次前往。这次众人终于再次见到那只恐怖的怪物，众人协力使用麻醉枪与捕捞网将怪物困住，最终由研究站在上方将其拖回至冰面之上。当人们在冰面上见识到怪物样貌时，无比震撼，所有人都不曾见识过这种体型的变异生物。安东博士将其命名为有机体 46B。经过研究后发现，其体内含有一种能够致人陷入迷幻一般的病毒，在水中无形中蔓延。这也得以解释为何会有队员微笑着进入怪物嘴中。当初俄罗斯方将此怪物进行秘密转移，但是短短几年后，不知从何处泄露的秘密。美国一所国际媒体针对俄罗斯方在冰层下发现有机体 46B 号提出疑问，并且威逼利诱俄罗斯将此生物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负责此事件的安东博士极力否认此事，并表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采集研究，并未发现什么巨物。但是此事也并未就此结束。俄罗斯一位名叫帕尔达卡的博士泄露了信息，但是他明确地表示研究该生命体也不会将其利用于军事目的。
但是美国等几个西方大国都迫切想要对此采取行动，但是奈何俄罗斯不松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这究竟是一个都市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呢？关于有机体 46B 这个生物，11搜集资料后发现还是有迹可循。在当年确实可以找到美国媒体对此事进行的报道。美国等西方大国必然是想利用这种生物的特殊能力加以改进，成为军事工具，但是俄罗斯方曾明确表示不会将其交出，并且也不会利用于军事。直到如今，搜索有机体 46B 只能搜到些许的资料，或许只有以后人类真正能够探索到南极洲以下的世界时，才会有着更多震惊的发现。